建造核动力航母到底有多难？作为现代大国海军掌握制海权与海上制空权的绝对核心，航母的建造难度在常规动力阶段就已经对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而一旦你野心勃勃，想要将它的动力系统升级为核动力，那么它的系统集成度、冶金工艺、安全标准以及资金消耗将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那么这背后的门槛到底有多恐怖？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建造核动力航母。造航母这件事真不是你有钱就能砸出来的。你看俄罗斯作为曾经的红色帝国继承者，如今也仅仅保留了改装和维护常规航母的经验。他们唯一的那根独苗库兹涅佐夫号常年处于维修状态，偶尔出来透个气还得自带浓烟滚滚的特效，现在大概率已经要报废了。再看看印度，在自研常规航母的过程中，建造周期拖成了无底洞，还创造了数次下水、服役前及大修的奇观。连常规航母都这么折磨人，核动力航母那就更难了。建造核动力航母，这是一个长达数十年、极度考验国家耐心的漫长征途。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将其拆解为5大阶段。第一阶段，准备与设计期，历时5到10年。在真正切割钢板之前，设计单位需要完成数万乃至10几万张图纸的绘制。在现代造船业，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数字孪生模型，对航母的水动力学、电磁兼容性、甲板调度效率，甚至舰载及起降时的重心偏移进行深度的超级计算机模拟。这还不是最难的，最核心的子项目是核反应堆的小型化研制。核动力可不是你想上舰就能上的。在把反应堆搬上航母之前，国家必须首先砸下巨资，建造一个陆上的1:1模式堆进行运行测试。只有通过模式堆长达数年的高负荷装堆运行，证明其1回路、2回路换热系统绝对安全，控制棒驱动机构绝对可靠后，这颗动力心脏方可获准转入船载应用。第二阶段则是主体结构建造期，历时3年以上。建造工作通常以切割第一块钢板作为正式开工的仪式。现代顶级船厂早已抛弃从底下往上搭积木的笨办法，而是采用分段建造与模块化拼装。首先是超级总段预制，庞大的船体被精确分割为近200个独立的总段。在室内车间里，工人们提前完成钢骨架焊接、管道铺设以及部分电缆的铺设。这些总段的重量从80吨到900吨不等。接着是屋内合龙，利用巨型龙门吊将这些总段像拼乐高一样吊入干船坞，以事先敷设好的龙骨为基准，进行极高精度的对位焊接。而这个阶段最惊心动魄的环节叫做堆舱总装。当船体合拢至中部时，巨型吊装设备会将沉重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巨大的蒸汽发生器以及主循环泵等核动力核心部件吊装进船体底部的装甲防辐射舱内，并进行完全密封的特种焊接。这一步如果出错，整艘船大概率直接报废。当船体主结构、轴系、巨大的青铜推进螺旋桨及舵叶全部安装完毕后，干船坞开闸放水，依靠上百个浮力舱室，这座10万吨的钢铁巨兽将首次漂浮在水面上，由拖船缓缓拖曳至外西装码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下水。第3阶段是西装与装料期，时间为1至2年。航母下水其实只是完成了毛坯房的框架，西装阶段才是进行精装修。这期间需要填充海量的设备。以福特级为例，工人们需要在狭窄的船体内铺设超过2400公里的电缆，这长度足以从美国东海岸拉到中西部。随后安装电磁弹射器、先进阻拦装置、相控阵雷达阵列以及各种复杂的生活和保障设施。而在西装后期，核动力航母将迎来整个生命周期中最危险的时刻——手炉装料。核燃料通常是以高浓度金属油渗透入锆合金板的方式制成饼干状的燃料组件，在极高清洁度及极其严格的防辐射保护下，工程师们将这堆燃料装入反应堆堆芯。第4阶段就是细泊与海上试验期，历时约1至2年。细泊实验是在码头静止条件下进行的，工厂技术人员会主导测试发电机组、汽轮机传动机构、海水淡化设备的运行可靠性，并排查各个复杂系统间的电磁干扰。更关键的是，反应堆首次物理启动，缓缓拔出控制棒，使堆芯首次达到临界状态。1回路水温在主泵推动下逐步上升，通过蒸汽发生器将2回路水加热为高压蒸汽。随后就是万众瞩目的海上试航，也就是海试。航母将第一次依靠自身的核动力破浪前行，这可不是出去兜风。试航中，舰船将进行最大航速测试，全功率倒车、大角度蛇形避碰，并且对电磁弹射器进行空载弹射测试。
只有各项指标全部满足合同后，军方才会签字接收。第5阶段就是最后的服役与编队磨合期，历时约1至2年。航母通过海事交接，正式入列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它需要与专属的舰载机联队进行高密度的适配磨合，完成飞行员残酷的昼夜起降资质认证。随后，它还要与护航的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及补给舰等属舰进行跨兵种的联合战术演练。直到这一步全部完成，一支完整的航母打击群才算真正形成，并具备了在大洋深处执行实战任务的能力。这5个阶段走完，往往已经过去了15年之久。这里面有很多东西，99%的国家都无法搞定。首先就是材料学与精密制造。核动力航母对特种钢材的要求达到了变态的地步，你需要能承受几十架重型战斗机以每小时200多公里速度砸下来的高应力飞行甲钢板，比如美军的 HY-100 或 HSLA-115特种钢。你需要能够承载数十万匹马力的超大型驱动轴，你还需要加工难度极高的超大型主减速齿轮箱。更要命的是，核反应堆安全壳的特种焊接技术可不是街边焊防盗窗，在充满强辐射和高温高压的工作环境下，焊接缝隙哪怕有1丝微米级的缺陷，都可能导致整艘航母变成一颗移动的脏蛋。因此，必须采用极其严格的无损检测，例如全方位 X 射线探伤和特种焊接工艺。其次是令人绝望的基建门槛，想要造超级巨舰，你的船厂必须先升级装备，你需要挖掘超大型的干船坞，而且还必须配备起重量达数百吨甚至上千吨的巨型龙门吊。比如纽波特纽斯造船厂那台著名的 Big Blue， 光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费用往往就高达数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这笔钱本身就是一道极高的资金门槛，连造船的资格证都这么贵，你让普通国家怎么玩？最关键的还是动力。核动力航母的反应堆与核潜艇完全不同，在物理原理上，核潜艇与核动力航母都是依靠核裂变产生热能，然后通过蒸汽轮机转化为机械能和电能。但在工程实践中，建造核动力航母专用反应堆的难度要远远超过核潜艇。常规核潜艇的排水量通常在1万吨级以下，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比如俄罗斯的台风级，也就2万吨出头，而现代核动力航母呢，起步就是8万吨。美国的超级航母更是10万吨级，船舶在水中航行所需的推进功率与航速的立方成正比关系。这意味着你要推动一艘10万吨级的航母达到舰载机能够顺利起飞的硬性指标，也就是30节以上，其所需的轴马力通常高达26万至28万马力，而万吨级核潜艇的功率需求通常仅为几万马力，两者相差了足足好几倍。核动力航母根本无法直接套用潜艇的反应堆，你必须专门为它研制大功率、高热效率的航母专用堆型。现代超级航母的反应堆可不仅仅是个推进器，它还是一个发电厂，它必须为电磁弹射器、先进的双频相控阵雷达、海水淡化厂，甚至未来的激光定向能武器提供庞大的电力支持。以美国最新的福特级航母所使用的 AEB 反应堆为例，每台堆可以产生约125兆瓦的电能，双堆配置下总发电量高达250兆瓦，这几乎是尼米兹 A4W 堆的4倍。要驾驭这么庞大的电能，需要极其先进的电网配电技术与高功率能量暂存系统，比如巨大的飞轮储能装置来支持电磁弹射。而常规核潜艇根本不携带电磁弹射这种，它的辅助电力系统需求跟航母完全不在一个维度。既然说到了潜艇堆移植，我们就不得不把法国请出来当一下反面教材了。法国人在建造戴高乐号时，为了节省昂贵的研发资金，缩短工期，搞出了一波神操作，把凯旋级战略核潜艇上使用的 K15压水堆直接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航母上，但现实很打脸。我们刚才说了， K15反应堆本质上是个潜艇堆，它的单堆热功率仅为150兆瓦，哪怕戴高乐号装了2台，双堆配置下的总轴功率也不足8万马力。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小马拉大车，动力严重匮乏。它的实际最高航速仅能勉强达到25到27节，根本达不到航母黄金标准的30节。由于动力裕度极低，这艘航母在遭遇恶劣海况或者需要全速逆风航行来进行高强度舰载机起降时，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因为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动力系统频繁出现故障，导致它不得不将更换核燃料的周期缩短至每6-7年就要进行一次。每次换料都要把甲板切开，耗时1年多，这就导致法国海军经常面临航母在医院躺着，海上无牌可打的战略空窗期。业界也因此戏称戴高乐号
只是半艘核动力航母的技术标本。也正是因为建造难度太大，到目前为止也只有3个国家触及这方面的技术，分化出了3条技术路线。流派1就是美国的巅峰路线。美国路线是目前全球最成功、经验最丰富的核动力航母发展典范，其核心特征只有2个字：砸钱。他们坚持研发航母专属的大功率反应堆，并且非常奢侈的使用武器级的高浓缩铀。美国人在这条路上也是交过学费的。1961年服役的第1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由于当时技术限制，无法解决单堆大马力输出的难题，怎么办？大力出奇迹，美国在航母肚子里塞了8座 A2W 压水堆，这直接导致全舰核动力管道错综复杂，重心偏高，维修人员在里面犹如走迷宫，维护起来简直是噩梦。痛定思痛的美军在尼米兹级上取得了突破，研制出了单堆输出14万轴马力的 A4W 堆，仅需2座就能为10万吨巨舰提供28万轴马力的强劲动力。而最新一代福特级装备的 A1B 反应堆更是将热功率提升了25%，达到了约700兆瓦，彻底解决了电磁弹射瞬间用电的瓶颈。最恐怖的是，美国航母反应堆使用的高浓缩铀富集度高达93%以上，辅以镉等可燃毒物来调控堆芯活性，使得其堆芯寿命长达25年。在航母50年的全寿命周期内，仅需在第25年前后进坞，进行一次换料与综合大修，保证了美军在全球的战备值班率。现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甚至开始玩起了双核同建，利用 3D 数字化模型和增材制造技术，首次在干船坞内同时建造企业号与多利斯米勒号。这份独步全球的现代化数字建造能力确实傲视全球。流派2则是法国的精打细算，相较于美国的财大气粗，法国路线则带有明显的妥协。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调整了核燃料政策，因为他们的潜艇每10年反正都要大修一次。法国海军高层一拍脑袋，既然如此，我们干嘛要用昂贵的武器级高浓缩铀？富集度只有5%到7.5%的低浓缩铀不香吗？这种燃料可以直接利用。法国极其成熟的民用核电燃料循环体系能省下一大笔钱。结果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省钱的代价就是燃料消耗极快，戴高乐号必须频繁开膛破肚更换燃料。不过法国人现在也意识到了问题，为了在2038年前后替代戴高乐号，法国已经正式开启了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的建造计划，满载排水量暴增至7.5万吨，动力升级为2台全新的 K22 压水堆，并且采用全电推进系统。但固执的法国人依然死守低浓缩铀政策，这意味着法国新一代核动力航母未来依然逃不掉每10年就要趴窝换料的宿命。流派3就是苏联的暴力美学，已经消亡的苏联流派属于多堆大功率混合路线。苏联设计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本质上是一艘核动力重型航空巡洋舰，美国的航母主要是个移动的海上机场，依靠属舰来防空反舰。但苏联人不信任护航编队，他们觉得航母必须自己具备单挑能力。苏联直接为它配备了4台原本用于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的 KN3 型压水反应堆，4堆并联，输出28万轴马力。在甲板布局上，它采用了极其罕见的滑跃加弹射混合布局，舰首保留了12度滑跃甲板起飞苏33，洗脚甲板则安装2部高压蒸汽弹射器来放飞固定翼预警机。最难顶的还是火力配置，在飞行甲板的下方，苏联人硬生生塞进了12枚 P700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以及192枚防空导弹。可惜的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一野心勃勃的暴力技术路线最终在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的切割声中画上了永远的句号。简单来说，核动力航母这东西，唯有拥有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尖端的极限冶金制造技术、稳定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以及雄厚财政支撑的大国才能建造。虽然门槛高，但核动力带来的超高功率电能储备、未来全电推进的发展潜力、定向能武器的上舰可能，以及没有高温腐蚀性烟气、对舰载机降落和雷达天线寿命的巨大改善，这一切使它依然是任何立志于走向深蓝的大洋海军无可替代的技术图腾。这里是竞赛 FM，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请务必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见。